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。虎灵奇缘第4集，施恩如山。在神秘的洞穴中，医园里的生活变得既有规律又充实。每隔数天都会有新的医书出现，他的医术在一次次治疗动物的过程中突飞猛进。从山羊的经络阻塞到苍鹰的断翅，每一次挑战都让他对医道有了更深的领悟。然而，一个困难的考验出现了。洞口来了一只误食毒草、生命垂危的野鹿。就在最绝望的瞬间，洞口又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株从未见过的奇草。那株草通体紫色，叶片上闪着银色斑点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医园里急忙翻找医书，终于在《本草纲目补遗》中找到了这种草的记载：紫银草，专治各种草木之毒，又是恰好出现的救命药草。他心中无比震惊，但已来不及多想，急忙按照书中方法开始炮制。紫银草需要用山泉水煎煮1个时辰，期间必须用文火慢煎，还要不停搅拌，直到汤色转为淡绿。医园里小心翼翼地控制火候，一边煎药，一边为野鹿按摩穴位，缓解它的痛苦。然而，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野鹿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。眼看野鹿就要不行了，医园里想起《针灸奇学秘要》中记载的封毒针法。书中提到，当毒素攻心时，可在特定穴位下针，减缓毒素进入心脉。对了，封毒针法。他急忙取出银针，按照书中记载，在野鹿的血海、太冲、内关3穴同时下针。这3个穴位形成一个三角阵势，能够减缓毒素在体内的流动速度。果然，野鹿的抽搐稍微缓解了一些，呼吸也不再那么急促。终于，汤色变为淡绿，医园里急忙将药汤灌给野鹿服下。不到半个时辰，野鹿清醒过来，明显的毒症有所减缓，甚至能挣扎站起身来了。这般情况一再重演。每当医园里遇到疑难杂症，总会在恰当时机出现相应的药草，而药草的用法也总能在医书中找到详细记载。医园里渐渐明白，这一切绝不是偶然，背后必定有高人在暗中安排这一切，不仅提供珍贵医书，更准确地送来所需的药材。然而，这个高人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帮助他？过了半个月，当医园里刚完成一剂复杂的丹药时，洞口又出现一个兽皮包裹，包裹比以往更大、更厚重。他小心地打开，赫然发现里面是一卷医书，封面写着《玄门药圣秘录》。医园里正准备翻阅，眼角余光瞥见洞口外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经过。他急忙放下医书，快步走到洞口张望。这一次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正是那只老虎。老虎似乎知道他在看，停下脚步，回头与他对视。那双琥珀色的眼眸在阳光下格外明亮，闪烁着深邃的光芒。两者对视了片刻，老虎轻轻点了点头，接着转身消失在密林深处。医园里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但那个动作是如此清晰，绝不是幻觉。一只老虎竟然会对人点头致意，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带着满腹的疑问，医园里回到洞中，翻开了那本《玄门药圣秘录》。与之前几卷医书不同的是，这卷书不仅记载了高深的医术，还讲述了一段令他震惊的事迹。书中记载，100年前有一位神医，名叫药圣子，他医术通神，能起死回生，不仅医治人类，更擅长治疗各种飞禽走兽。药圣子有一个奇特的能力，他能感应生灵的痛苦，无论人或牲畜，只要有病痛，他都能精准感知。凭借这天赋，他的诊断从不失误，治疗也从无失手。医园里心中剧烈震撼，这不就是我的能力吗？书中继续记载，在药圣子身边有2只得道的虎灵，一名斑爪，一名斑牙。他们跟随主人多年，深得医道精髓。虎灵虽无法言语，但对各种药草的药性、采集方法、炮制技巧都了若指掌。每当山中有动物受伤，
虎灵便会引领它们到主人面前。因缘里看到这里，只觉得脑中轰的一声，他猛然想起这些日子以来的种种奇遇，那些恰好出现在路边的药草，那些忽然出现的医书，那些主动来求医的动物，还有那只在关键时刻现身的老虎。他的手开始颤抖，难道说那只老虎就是书中说的虎灵？他急忙继续往下读，书中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传承条件：凡有大夫能不计个人安危，舍身救护禽兽，以慈悲心对待一切生灵者，当能承继此医道传承。盖能为禽兽舍命者，其对众生必然慈悲，堪为苍生之福。因缘里顿时恍然大悟，所以当我冒险救狐狸时，虎灵就在暗中观察。书中最后记载，药圣子羽化登仙后，二虎灵依然留在山中，守护主人的洞穴，等待有德的有缘人出现。虎灵秉承主人遗志，见有受伤禽兽，必引至洞外，以待救治。若遇有缘人，便将主人医术传授，使医道得以延续。因缘里终于完全明白了，这些日子以来出现在洞口的受伤动物都是虎灵带来的，而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些珍贵医书和药材，是因为他无意中救了那一窝狐狸。虎灵认为他有资格，所以才会传授这些失传的医道。数百年来，他们默默守护着主人的遗愿，而自己何其有幸，竟能成为这段传奇的传承者。想到这里，他恭敬地放下医书，朝着洞外的方向深深行了一礼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不仅是一名大夫，更是古代神医医道的传承者。当夜，因缘里在洞中研读医书至深夜，月光透过洞口洒落，在医书上投下柔和的光芒。第6章，无言师徒情谊深。知道了真相后，这里已不再是避难之所，而是传承医道的圣地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恭敬地朝洞外行礼，感谢班爪和班牙。虽然从未与两位虎灵师傅正面相见，但他知道他们就在附近。接下来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。每一只受伤的动物都是虎灵师傅们精心安排的学习机会。这天上午，洞口出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鹿。小鹿中了箭，生了锈的箭头还扎在后背上，周围的皮肉已经发黑。因缘里急忙检查伤势，发现锈毒已经扩散，如果不赶快处理，小鹿必死无疑。但箭头扎得很深，而且位置危险，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及要害。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？他翻遍医书，找到了相关记载，但书中的描述过于简略，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。正当他无从下手时，洞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因缘里抬头一看，虎灵正站在洞口外不远处。这是因缘里第一次如此清楚地见到虎灵。只见虎灵毛色金黄，斑纹如火焰般流动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深邃的眼睛，仿佛能洞悉人心。虎灵没有进入洞穴，只是在外面缓缓踱步。它时而停下，用爪子在地上画出一些记号，时而低头嗅闻着什么，时而抬头凝视着因缘里。师傅是在叫我吗？因缘里心中一动，他仔细观察虎灵的动作，发现他在地上画出的记号竟很像穴位图，而他嗅闻的动作仿佛在示意着某种特殊的药草。因缘里顿时恍然大悟，急忙按照虎灵的指示，在小鹿身上寻找相应的穴位。当他的手指按到正确位置时，虎灵轻轻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治疗过程，虎灵一直在洞外观察。每当因缘里操作正确时，他便点头示意；当他犹豫不决时，他就用动作提示。在虎灵的指导下，因缘里成功取出了毒箭，清除了毒素。从这天开始，虎灵的教学变得更加直接。有时候，因缘里会在洞口远远地看到2只老虎的身影在林间穿行。它们会停在特定的药草前，用爪子轻轻拨弄，示意这些药草的特殊用途。有时候，虎灵会将受伤的动物带到洞口，然后在一旁观察因缘里的治疗过程。
如果他的手法不正确，虎灵就会用各种方式提示正确的方法。最令伊原里震惊的是，虎灵似乎能精准判断他的学习进度。每当他刚掌握某种治疗方法，就会出现需要运用这种方法的病例。当他对某种药材还不熟悉时，也总会有相应的学习机会。一天下午，一只中了蛇毒的野猪被送到洞口。这只庞然大物因为中毒而变得狂躁不安，不断用獠牙攻击周围的树木，吼声震天。野猪的獠牙能轻易撕裂人的身体，极度危险。然而，若不及时为它解毒，它也必死无疑。伊原里站在洞口，正进退两难时，班长出现了。他缓缓走向野猪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。那野猪竟然立刻安静下来，乖乖地趴在地上，不敢再有任何妄动。在班长的威慑下，伊原里顺利地为野猪治疗了蛇毒。整个过程，野猪都出奇的平静，完全像换了个模样。治疗结束后，班长向野猪点了点头。只见野猪立刻起身，屈起前腿，恭敬地向虎灵行了一礼，随后又朝伊原里点了点头，这才转身离去。伊原里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震撼，连野兽都懂得行礼致谢，这片山林果真灵性非凡。6个月过去了，伊原里不仅掌握了失传的医术，他还学会了如何与生灵沟通。他发现自己的共感能力在虎灵的悉心指导下变得越来越强。他不仅能感受到动物的病痛，更能理解它们的情绪和需求。有时他还能预感到何处有动物受伤，提前准备好相应的药材。他甚至能感知到虎灵的想法。班爪和班牙虽不能言语，但他们的眼神、动作，甚至是呼吸，都在向他传达着某种信息。这天黄昏，伊原里正在洞中整理刚学会的针法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嘈杂的人声和马蹄声。他急忙跑到洞口向外张望，只见山下烟尘滚滚，声音越来越近，甚至风中隐隐约约有兵器碰撞的声响传来。伊原里心中一紧，难道战火又起了？经过6个月的学习，他已掌握失传医术，并学会了与生灵沟通。然而，这支突然出现的军兵会不会上山发现这个神秘的洞穴？他的虎灵师傅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虎灵奇缘下回与你再相见。